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很多观众希望我来分享一下，我现在使用 iPhone 12一阵子之后，有没有什么省电的方式？因为大家觉得说现在新的 iOS 14啊，还有配上新的 iPhone 12所使用的是 OLED 的萤幕，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省电技巧。那既然有很多新的观众，我就从头来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比较会常用的一些省电小技巧。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OK， 好，首先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使用的是 iPhone 12所有的系列，不管是哪一支，或者是 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iPhone XS、iPhone XS Max， 或者是 iPhone X 的话，那你 iPhone 使用的都是 OLED 的萤幕。那 OLED 的萤幕就是说，它在黑色的画素的时候，它其实是把那一颗画素关掉。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你进到你的手机里面，你从右上角向下滑，那这边下面就应该会有一个深色模式可以开启的图示，在这边。就确定你有开启这个深色模式，这种时候你在很多画面你进去的时候，你看到的都会是深色模式的。像我现在进到设定，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后面很多画素是变成黑色的。那这种时候就会让你的手机更省电。那如果你用的是并不是 OLED 的萤幕的话，其实做这个东西就没有特别的效益了。OK， 好，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一个捷径。这个捷径其实我用了非常多年了。那它这个我设定好，它就一直跟着我的 iPhone 一直更新到现在。这个就在捷径里面的自动化。那我这边就有一个开启低耗电模式的时候。然后进去里面，它设定就会自动，当我在开启低耗电模式的时候，它就会减少动态效果、减少透明度跟减少白点值。那其实，在你平常只要开启低耗电模式，它自动就会关闭很多在背景比较耗电的东西。那我这边就是再加几样上去，所以这个时候低耗电模式它通常会自己问你要不要开启，在你的电池量在20%之下，那你可以如果平常在外面你想要你的手机它的续航力增强一点，那你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低耗电模式，就不用等到它电池降到很少的时候，那这样你整天的续航力都会增强。关于这个自动化的话，其实就是你要设定的非常简单，你就按加，然后这边选你的 App， 然后进去到设定里面，你就可以找到这些白点值啊，或者是减少动态效果、减少透明度这些选项。那你加进去之后呢，这边你就要选择启用此自动化操作。我通常会设定一个就是开启，那我这边又会另外再设定一个，在我关闭低耗电模式的时候，它又会再把它们关掉。那这里就可以再去设定咯。OK， 那下一个就是到设定里面的 App Store里面。OK， 那这边有这个 App 更新项目自动下载在上面这边嘛？那这边你可以关掉 App， 还有 App 的更新项目。那在下面行动数据的地方，它自动下载的地方，你也可以说你在外面你不想用行动数据下载去更新你的 App 的时候，那你就把它关掉。在你关掉这些设定的时候，你的 App 就不会自动更新。那所以这种时候你就记得自己到你的 App Store， 然后在右上角这个 Account 的地方，然后滑下去你就会看到 Update All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去点选它，然后自己去更新你的 App。个人建议是，当你有连上 WiFi 的时候，回到家如果要充电的时候，再这样更新就好。那不用让它随时去耗电。好，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话，就是在设定里面。那其实 WiFi 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是比你的行动数据还要省电非常多的。所以呢，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在家中、在外面、在咖啡厅、在公司，如果你有机会连上 WiFi 的话，就尽量让你的手机连上 WiFi，这样你的手机就可以比较省电。那蓝牙这个地方，如果你平常没有像我一样会一直使用苹果手表，或者是使用 AirPods， 或是连线其他蓝牙装置的话，其实你可以到这边把它关闭。因为其实如果你到控制中心这边去关掉蓝牙的话，它其实并不会真的关掉。那你真的要关掉蓝牙的话，还是要跑到设定里面、蓝牙里面，然后去把蓝牙强制关闭。那这个就看你平常的使用情况啦。如果你没有连接其他装置的话，关掉的话会省电不少。好，那下一个我们就到设定一般之中，然后这边有个 AirDrop， 那其实你也可以从控制中心里面进来啦。控制中心的话，你就在这边长压上面这个键，然后你这边就有 AirPlay， 那你再点这个 AirPlay， 你就可以选择说你要不要关闭接收，关掉其实也会省电不少。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 AirPlay 与接力这边，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可能有使用 Mac 的人或是 iPad 的人会比较需要注意这一点啦。接力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可能在手机上做什么工作，或是你开启什么网页，那这种时候如果你再回到你 iPad 或电脑上面的话，那这些工作你都可以持续在上面完成。但如果你平常没有在依赖接力这个功能的话，当然你关掉它也是会省电不少。那另外传送到 AirPod 这一点，我有时候其实就是觉得蛮麻烦的，因为像我 AirPod 摆在旁边，我有时候只是想把手机靠着它，那它可能就会自动显示说，我要不要把我的音乐传过去？所以如果这一点你也觉得很恼人的话，你可以把它关掉。那现在新的 iOS 更新之后，如果你在靠近你的 AirPods 的时候，你的手机会开始震动，那震动这个东西也是蛮耗电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使用这些功能，或者你觉得这些功能并不是很必要，虽然你有用 HomePod， 可是你觉得很恼人的话，那就把它关掉，也会帮助你省电。好，那下一个我们就到设定行动服务这边到行动数据选项这边。OK， 那进来你就可以看到语音与数据，这边点进去。这边我选的是 4G， 因为我本身我的手机根本也没有用 5G， 我也没有申请 5G 的号码。但是国外有很多论坛的人，他们测试之后，他们觉得就算没有申请 5G 账号的人，他们在这边把
5G 关掉，就是变成强制只有4G 的情况下，相对来讲也会比开启5G 自动还有5G 开启省电。其实我刚拿到 iPhone 12的时候，我就把它设定为4G 嘛，因为我本身就没有用5G。那如果你是有使用5G 数据的人的话，你就可以看看你平常自己使用5G 的状况到底是多少，多依赖它。那5G 真的是非常耗电，所以这个设定的地方你也可以过来强制关闭它。那这个部分真的就会帮你手机省电不少。好，那下一个我们就退到外面这边，下面有一个数据模式。点进去之后，我选择的是标准。那如果你觉得说这样还是太耗电的话，你可以选择低数据模式。那低数据模式它就可以暂停，就是用这些数据去做一些背景作业跟更新啊。这样不仅是减少你的行动数据使用量，那也会帮你省电不少。好，那下一个我们再跳出来，也是在设定行动服务下面有一个 WiFi 通话。那我本身现在用的服务是没有 WiFi 通话的这个选项，可是我现在在美国有使用的时候，只要有 WiFi 通话的功能我都会开启。那这个也会帮你省电不少。那我刚刚讲过嘛，其实你依赖行动数据跟 WiFi 相比的话，行动数据就是会比较耗电。所以呢，如果你有 WiFi 通话的服务的话，就尽量把它开启，可以帮你省电。OK，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跑到设定下面的隐私权这边。OK，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一个定位服务，点进去之后，你可以大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App， 它在随时使用你的定位服务。看看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很必要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关闭。那如果你再滑到最下面有一个系统服务的地方，这边你看到有非常多它系统服务的东西在使用你的定位服务。它如果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定位服务的标签，就是它随时都在使用。那你就可以思考看看哪一些是你必要使用，哪一些是你不必要使用的，那你就可以自己把它关掉。调整之后也会帮你省电不少。好，那下一个我们回到设定里面的一般。然后这边有一个背景 App 重新整理的选项，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看你有什么 App， 它可以自动在背后重新整理。那其实你会发现有非常多 App 是没有必要的。那这种时候，如果你有一些 App 开启一次用一下下就把它放到背景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关闭，因为这些 App 不是你随时需要它重新整理的。那在这个部分啊，你也可以点进去强制关闭所有的 App 重新整理。那其实像我刚刚有提到的低耗电模式，如果你强制开启低耗电模式的话，它基本上也会停止 App 重新整理，所以这个就看你自己。如果你害怕你进来这边点选强制关闭 App 重新整理，你事后会忘记再把它开启的话，其实你就可以使用我刚刚有讲到的低耗电模式。因为当你开启低耗电模式的时候，它其实也会强制关闭所有的 App 重新整理，所以这种时候是一个让你可以比较清楚看到你什么时候有开启，什么时候有关闭。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比较建议就是直接去看到哪一个 App 是你真的不需要把它关闭它，那这样会帮你省电不少。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到邮件这个地方。那邮件这边你点进去，你看到账号这个部分 ，OK， 然后再到最下面这边有一个截取新资料，那你可以看到我选的是推播。那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现在可以用推播，就是我 iCloud 的账号。那推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一有收到新的 email 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推播到你的手机上面。截取的意思就是它定时，你可以选择它可能每小时、每30分钟啊，或者手动，它才去截取你的信件。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你的需求去调整啊。那如果你觉得推播这个东西会很耗电的话，比如说你的 iCloud账号是一个非常多有的没的信件进来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改为截取。好，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在设定里面的辅助使用。这边滑到下面你会看到声音辨识，那这个我以前有设定这个声音辨识给大家看过。那你开启的话，你就可以选说它听到狗叫啊、警铃啊、家电啊、门铃这些东西，它会提醒你。那如果你有开启这个东西，不管是需求或是好玩，它其实是会蛮耗电的，因为你像它的手机就是随时在听你的环境有什么噪音，然后又随时在辨识这个声音，所以如果没有很必要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样也会非常省电。好，那下一个我们就回到桌面这边。那我们先前有介绍过蛮多现在 iOS 14新的这种桌面小工具啊。那这个东西它虽然是非常实用，可是当你的桌面小工具，特别是你用这种堆叠式的，那如果你堆叠很多不同类型的工具在上面的话，那它就会比较耗电。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去里面看看到底这一些很多分页啊，或是很多你使用的小工具，哪一些是在你设定一段时间之后，你还是非常依赖它的。所以我自己的用法是，我现在会去慢慢整理它，然后看看什么分页是我平常它也不会自动推播成我需要的讯息啊，或是我也不会用到，那我就会把它移除掉。那其他的小工具我就尽量简单化。那我现在也有拍一支影片，就是怎么更改你的桌面设计啊，怎么更改你的背景，让你的桌面的小工具啊，还有你的 App 的图示都跟你桌面风格一致。那如果你这样使用的话，因为毕竟你是有去更改 App 的图示，点进这个 App 的时候，它还是会跳到捷径里面，然后再跳回来。虽然现在是可以在背景执行啊，可是它要多了这个步骤，它就会比较耗电。所以你觉得这样的
使用这样的设定会让你更耗电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移除。所以这个地方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取舍啊，你希望你的桌面比较漂亮呢，还是你要省电一点 ？OK， 好，那今天大致上就是分享一些我到现在都还是会常使用的这些省电技巧。那我也希望这样的影片对一些今年新加入使用 iPhone 的人有一点帮助咯。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